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泰。现在呢，我在我们遵义市汇川区的这个集体搬迁区，也就是说，山区的贫困户也好，一些必须搬迁的这个村民也好，现在都是集体搬迁到这里来哈。这里呢只是其中的一个搬迁区，另外还有几个小区啊，大概有3个小区还是几个小区吧。反正这里的房子造的是非常好，大家看一下我身后这些房子。全是这个搬迁区的，非常漂亮哈，造的像别墅一样的。就是现在的话，也基本上已经接近了这个搬迁的这个尾声嘛，就是该搬迁的都已经搬迁了。大家可以这样看一下，这个房子啊，真的非常漂亮啊，看着还像这个高档小区一样的。你们看看，造得很漂亮哈，这个房子。然后这个外面呢就是一条大道啊，大家看一下对面的话是有中学的，就是遵义的这个35中就在对面。那么这一条呢就是一个到遵义市区的一个大道啊，非常宽敞啊，就是这里到遵义市区的话就是8公里左右吧，很近啊。大家看一下这个房子就是这个造型的啊，真的非常好啊。公交车也是很方便的。这里呢是这个农贸市场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学堂堡啊，这里的名字叫。你摊位整大了？没有啊，我就在这一点儿。在这儿了？啊。哪儿呢？他做新庄去了啊。他做新庄干了哇？个西单做的专门是爬廊桥。还早啊，西单还。拆迁款了。你们拆迁款还没到啊？没有啊，听说了还要回家个照相。哦，拆迁是一亩地，这好多钱嘛？哎，不是的，一个人口是吧？3000。哎，你们几个人呢？5个哈，那都是1万5。哎，你们这摊没有钱哈连3年。3年不要钱了吗？哦。搬进来有好久的现在？1年多了。搬进来都1年多了。这要不都搬进来都是1年多了。没有，他们休息了嘛。要回来了，要回来了。生意好没现在？你看嘛，这生意好嘛？就也少粉，这些都还有那么多。我今儿嘛也去弄下，就一下整了。一般他们一般一天卖了好钱啊？也生意好的。我讲了生意就不好。过一天生一天。啊，让他交钱多我一点。他放学了不回来。我要个账号的哈。要跟我说。要得。刚才我们问了一下在里面卖菜的哈，我都发现这个政策真的是非常好。然后这个他们卖菜的摊位3年是免租金的，房子是这个免费进来住，对吧？那么然后呢，家里面的这个房子要拆掉的，就老房子不是要拆掉嘛？拆掉之后呢，每一个人口呢还要补助3000块钱啊，所以说真的是各方面政策都是非常的好哈。你看房子免费住，家里房子拆了还按人口，每个人口补助3000块钱。然后在这里来，比如说你要做生意的话，那个菜市场的那个摊位是免费给你开放的，就是免费给你住，免费给你做生意3年，
啊，所以说，其实到这里来，如果说就是经营一点的人，其实通过几年也会有很好的发展啊。我感觉真的很够意思了哈，就是这个政策这么好的政策，对于这个贫困山区的这个政策是非常好了。像这样的房子，假如说你要在这里买的话，最少也要4000多5000的样子吧。所以你想这个，已经这个政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了，已经。你们那里有这么好的这个扶贫搬迁的这个政策吗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泰。今天呢，我们又到这个山上这个大哥这里来了啊。因为一个安徽的老板呢，他在湖北呢经营这个连锁加盟店的，以后准备搞生态养殖、餐饮连锁一体化的东西。因为他现在也是搞这个餐饮连锁嘛。看了我的视频呢，他说想到这里来看一看，所以我就带他到山上这个大哥这里来了。这个羊你要种草，种草的地方。种草呢，我用点牧草，那么难得高。我们就是累积，好，下雨了，下雨天冷了，下雨还不是一样的嘛。下面就是喂的牛，下面就是喂的羊。这个就是写的羊圈。哦，羊子都1岁了，妈的！羊子都1岁了。哦，这个是你自己修的羊圈？啊，羊圈都修的羊圈。你舍干，你是以前舍干不少哈？是自己圈全部光满的。妈，现在我羊仔卖完了又鸡啊，鸡这一说嘛真的嘛。现在有喂鸡？鸡我都没有喂，这他2个吃的这个有几十个鸡，大概要160个样子。所以说你看哈嘛，这是你视频给你他用的生产的，根据这些山的形势，就跟我跟你讲了，水源就没得问题，水源有，但是你必须要保持到它的在山上去。因为他的这些山上了，都能跟他那个地方跟他讨起荡荡啊，跟他整起他有水源的地方。他走的这个地方，这个3、4月啊、4、5月啊、5、6月啊这些天气啥了，他要喝水呀，他要喝水。你没得水源，他咋把水？这些地方整体这个片区都有水源。他这山上到处都好多地方都有水，他可以挖很多水塘，然后羊上去他就自己在那喝水。对。他要自己山，上去在自己山上放，要是你把整个院子。他就有喝水，不用你说，人家等他回来喝了，他又是中午人，跟我们人一样嘛，走在路上口渴的喝得很呐。那么这个不喝的水啷受得了？他在坡上他一样的去整深啦，整啥子整宽一点嘛，整浅一点，深了又害怕小羊，我一下给切不到。水源够大啊。这样整体看去的话。也不是特别陡哎，感觉这里怎么样？草是很好，草是不错啊。对。这基本上你说种点牧草什么的，基本上就是救急，就急用就够了。你走哪里？你走这边上来了。它底下有一条路。我累在这里，我就不管它了，我就回去了。到时间我就到那去，你们就上那里去。他自己要钻来。他自己要钻去了。这3年过来好几千亩啊，估计。1000亩不止。他是这个从这个山翻过去哈。那边还有一个山，那边也都是空的，也都是全部空的。你走到我那个就看得到我们的山了。我们一放，我就在这个位置，就在那个点玉米的那个位置嘛。后来我又跟他一喊他，一换，我就虚火的就转来了。就回来了。哦，你一喊他又转来了。一换他就回来了。我也不上个垒，我上个垒我在烂着坡哟。
他就直接喊他就来了。养的习惯。习惯了。如果当时你没有养起习惯，喊都喊不得应了，他就不来，他就上人戏。一到个时间，他就转人又烧点粮食他吃。一到个时间，他就来了。你往你不让他，你骗着2会儿，你就喊不来了。每次来你都要给他东西吃。多少你不见他，他就来了。那个东西都要自己管理哦，你不管理噻。你要管理，为了你让他对了小羊，你还是要帮点本钱。好在你从小你不和他孵出来的话，他啷个长得成熟？行。长龙了哈。那边也可以上去。后面还有后面了，还很远。人家是下了个沟河上。这里我知道，因为我们从那边就看得过来，就看得到的。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个体验不一样吧？我们详细看了之后呢，让那个大哥打电话问了当地的几家农户，这里核算了一下，有4、5千亩，老百姓呢要求按这个亩来算的，但是面积太大，不太好谈。